还有我也想休息。是个小乞丐。他这是怎么上来的？来这边测试灵根，不借助外力爬上万丈九重山，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他？脏污混合着血迹的小手缓缓地摸向测灵石，下一刻，测灵石升起5道光团，属其中的金光团最为亮眼，竟是伪灵根，真是可惜了这爬过万丈九重山脉的韧劲。伪灵根，我真的可以修炼。伪灵根这么高兴，傻子。后面还有几个人？没有了，师兄，这是最后一个人了，刚好够365人。这一批里武灵根也有不少，但你的灵根值却是最差的，就算入门也只能做杂役弟子，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筑基，你懂吗？年幼的江月白哪里懂得什么是资质差，什么是不能筑基。此刻的他内心已经乐开了花，他只知道自己有灵根，以后再也不会被人卖去妓院，再也不用当流浪的小乞丐忍冻挨了。眼前的木牌就像一根救命稻草，被他用双手死死地攥住。灵根为仙门之药，但决定尔等能否踏上青云仙路的，却是心性和毅力，尤其是毅力。此路为登仙阶，也是问心路。日落之前，上得99阶可入内门，上的66阶则是外门弟子，其余为杂役。话音一落，所有小童都紧张起来。江月白满脸天真地看向云雾遮掩的楼梯，只是爬楼梯而已，这有啥难的？哼，白痴！下面我打开登仙阶，尔等准备。且慢！一道盾光落在众人前方。这是江月白第2次见到御剑飞行的人，那是一个白发苍苍、仙风道骨的老者，手里还牵着一个满脸傲气的女童。然而这女童的样貌，江月白再熟悉不过了，让人把她卖到青楼，差点被人玷污，逃出青楼沿街乞讨的，就是眼前之人，永安城林家2小姐林晚秋。林长老，老夫来晚，实在抱歉。这是我林氏后人3代才出了这一个3灵根的小辈，还请洪管事将他的名字签在入宗名册上。林长老，今日已收齐365人，数是太上长老定的，不可再增了。你看，那就减掉一个。太上长老定的是收多少数，又不是收指定的人。3灵根换一个资质最差的4、5灵根，有何不可？难不成你还要放着好的不要，一定要捡不好的？弟子不敢，全听林长老差遣。洪涛无奈，只得眉头紧锁，目不斜视，一一扫过众人。被掠过的孩童都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孩子是资质最差的伪灵根。众人顺手指看去，正是一脸惊恐的江月白。洪涛本想留下江月白，毕竟能翻过万丈9重山脉，其毅力可想而知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怎么是你？哦，婉婉认得他。她从前是我身边丫鬟，可却手脚不干净，偷到我的首饰，我就让妈妈把她卖给人牙子了。我没有，你说谎。洪管事，你看这孩子不光资质差，品行还有问题，如何能入得我天眼宗？还是趁早赶下山去的好。下一刻，幼小的江月白一手护住木牌，一手护住头，动作熟练的好似排练过几百遍。这是我的令牌，我有灵根，我能修炼。你自己迟到，为什么要抢我的令牌？我没有偷你的东西，我没有。放肆！缓缓爬起的江月白眼底含着泪，内心底埋着深深的委屈和畏惧。他虽能从凡人的拳脚下护住冲击的馒头，却无法在仙人面前护住这改命的木牌。林长老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您消消气，可莫要误了登仙问心的时辰。老夫知道了。登仙阶开。尔等拿着令牌，速速攀登。婉儿，去吧，老祖在天眼宗里等你。修真界资质和修为决定一切，其中的残酷，你今日不过是亏得一脚罢了。以你的资质，入天眼宗浴血求仙，倒不如人间逍遥几十载，关你一路不易。这点金银留着，
回去谋条生路。江月白看着丢到面前的小黄鱼，从前不知世上有仙人，他做梦都想要这么多金银，把永安城所有好吃的都吃一遍。可现在他忽然明白，他就算是有了小黄鱼也护不住他，就像他护不住自己的令牌一样。我不要小黄鱼，我要我的令牌！江月白奋力地向着登仙街冲去，而洪涛并没有阻拦，因为没有令牌只会撞在入口的结界上。真是个绝丫头，撞一下也好，也许这样你也就死心了吧。然而下一刻，江月白额头亮起了微不可察的光昏，一头撞进了结界。这怎么可能？仙街上看不到一个人，四周阴风阵阵，江月白幼小的身体扛着寒风艰难的前行，每迈出一步，身上压力就倍增一分。当汗水打湿衣襟，他也终于来到了第10境，可眼前的景象却让江月白定在了原地。月儿，你受苦了。江月白压抑了很久的情绪，在见到娘的那一刻再也控制不住，一头扑进了妇人的怀里哭了起来。月儿，太累咱就别走了，来娘这边，娘再也不会让月儿受苦了。听到妇人这么说，江月白浑身一颤，迅速脱离了妇人的怀抱。你不是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娘不会说这样的话。江月白依稀记得那年汉魃乱世，剩最后一口气的娘亲对他说：月儿，爬，拼了命也要爬出去，就算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也要给娘活下去，不然娘就是做了鬼也不安心啊。好月儿，你是娘亲的骄傲，没有忘记娘亲的话，娘亲也就放心了。月儿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娘，月儿好想你啊！江月白知道那是假的，但许久未得到母爱的他，实在是无法控制情绪。带着母亲的鼓励，江月白继续负重前行，来到第20街，巨大压力直接将幼小的身体压得跪在了地上。眼前的景象回到了他流浪的那个巷子。本事不小啊，竟然讨到了馒头！交出来，不然打死你！江月白跪在墙角，前方站着的都是曾经抢过他的食物、殴打过他的人。过往的毒打让他内心越来越坚韧，无数个挨饿的夜晚让他学会了忍耐，心底的那份恐惧再也不能阻挠他前进的步伐。我才不怕你们！我要登上去，再也不让你们欺负我！跪在地上的江月白一边扛着压力前行，一边忍受着棍棒带来的疼痛，但在他布满伤痕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的畏惧。当周围幻象消失，江月白已来到了第30街，一阵清风席卷全身，刚刚身上所受的伤也恢复大半。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一只脚就踩在了他的头上。不错嘛，夫子夸你敏而好学，夫子怎么不夸夸我呀？就因为这一句夸赞，江月白就被卖到了青楼。我没错，我不光要习字，我还要学更多的东西，我不怕你们。第40层，江月白单薄的身体趴在雪地上，此时江月白的身体仿佛扛着一座大山。不能停，娘说过，只要还有力气，就得死命的往前爬。江月白匍匐着向前爬着，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，毕竟这条登仙路是仙人之旅。小朋友，明知道跑不过，为什么还要跑啊？万一就跑过了呢？真是个天真的傻孩子。求仙人收下我也想学仙法。收不了，收不了啊！我马上就得飞升去了。今日黄汤下肚，昏头出手，倒是扰了你的命数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一扰到底，送你一场无上仙缘。这破玩意儿我也用不上了，就给你吧。一道金光没入江月白眉心，江月白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同。此去向东，翻过9重山脉，踏上青云之巅，便是仙门所在。有本君的指路，豺狼不进，虎豹不侵，但能不能到，就看你的毅力了。东方丹丘，西太华，朝游北海，沐苍梧。记住了，仙路必争。随着一声钟响，周围雾气散去，异象消失，登仙街上也出现了其他人的身影。在江月白前方有7、8个人，令江月白意外的是，骂他白痴的那个人竟然在第2位。能爬那么高，一定是很厉害的人吧？江月白忍不住羡慕起来，但当他往下面看去，却是数不尽的人头。而在那些人中间，他看到了林晚秋。四目相对，江月白下巴微扬，林晚秋却是瞬间红了眼眶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他拼尽全力才登上的66阶，怎么会被一个低贱的臭丫头超过？他不是伪灵根吗？
怎么都那么高的？他没有令牌怎么进来的？其实从一开始，洪涛就对登仙街的结果猜得差不多，前3的陆南之、沈怀熙、谢景山，后面的也在预料之中。直到他看到81阶的江月白。天眼宗古训，翻9重山，上登仙阶。他没有令牌就能走上登仙阶，说明他确实翻越了9重山脉，没有半点含糊。可偏偏他的资质配不上他的毅力，可惜了。恭喜尔等通过问心路考验，但宗有宗规。今日天眼宗只收取365名童子入门，此乃太上长老推演之术，不可破例。所以你们其中要有1人被驱逐。话音落下，江月白紧张地闭上了眼睛，洪涛的目光也落在江月白身上。江月白咬紧牙，毫不畏惧地迎上了目光。下一刻，洪涛抬手，一阵疾风劲trận冲向了江月白。江月白身旁的男童被震飞，他是4灵根，也是登仙阶最后1名。他没做错什么，只是做的还不够。江月白握紧小小的拳头，他越来越明白了仙路必争的残酷。接下来按你们的排名分发弟子令牌，直接入内门的当然是前3，接下来是98个外门弟子，喊到名字的上前领取。江月白看着人数不断的在减少，拳头握得更紧了，内心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怕。然而直到广场所有人都走完，只剩下江月白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星河漫漫，明月悠悠，偌大的广场上只剩下江月白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为什么名单上没有我？我明明登上了81阶。洪涛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，随后从后面掏出来一个包裹。我故意把你留在最后，一是看中了你的毅力和心性，二来我有一点私心。正好内务堂有个任务，需要一个学徒杂役。问心路你登上了81阶，按门规当为外门弟子，在外门虽然身份高机会多，但那位林家小姐不会让你好过。做杂役是艰难些，但学徒杂役不一样，有机会避开，让他们暂时找不到你，也会有人引你入道。现在你自己来做决定，是去还是留。江月白拳头握了又松，看向远方仙山楼阁，眼底含着压不住的羡慕和向往。可他知道，他现在还不能去，外门竞争他不怕，林晚秋他也不怕，但林晚秋的老祖他怕，但他不会一直怕。就像以前乞讨的日子，饿肚子没力气，只能被抢挨打，但吃饱了就要疯狂的反击，一次打到他再也不敢欺负你。我去做杂役。听到江月白坚定的声音，洪涛眼中露出几分赞赏，随后将手中的包裹递给了他。这里面有10块下品灵石和6颗引气丹，比其他杂役多了1倍，是我个人给你的补偿。江月白看着手中的包裹，内心五味杂陈。眼前的师兄虽然不怎么爱笑，但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第2个伯乐。引气丹能助你感应和吸入灵气，6颗有很大几率助你突破炼气1层。只要你还愿意争，说不准将来也能像祖师陆行云一样，以5灵根之姿踏上仙云之巅。5灵根也可有走到仙云之巅的吗？修真界10万年间，仅此一人。那我就做第2人。洪涛不忍打破他美好的憧憬，无知者无畏。等他真正开始修行，就知道这有多难。多耗费5倍的时间，5倍的资源，却并未比别人多5倍的寿命。可仙路之难，又何止这5倍？走吧，我带你去花溪谷找陶老，他为人最是忠厚和蔼。我不交，你把他带走。昏暗的房间里，江月白仰头死死盯着洪涛，他感觉自己被骗了。陶老，内务堂有令，1年内你必须交出1个灵根学徒。今日你不收他，明日还会有别的杂役送来。这孩子虽是5灵根，但在问心路上的表现毫不逊于外门弟子，又极其聪慧机敏。你先叫叫看，说不准会有惊喜。有什么惊喜？惊喜就是你们巴不得我死。滚！这人我不收。江月白被吓得缩到洪涛身后，而洪涛身为外门管事弟子，也是有脾气的。我不管，人我给你扔这了，你若不收，就自己带他去内务堂吧。洪涛说完就摔门离开了，只剩下江月白茫然无措地对着陶丰年傻笑。陶丰年4灵根之资修行39载，2次筑基失败，如今大限将至，所剩积蓄连磕10年的延寿丹都买不起。爷爷，我滚出去！夜晚凉气翻涌，江月白孤零零地站在院中，又冷又饿，满身的伤痕还在渗血。而偌大的宗门，江月白不知何去何从。江月白打了个喷嚏，但天大地大，小命最大，今晚就是赖他也要赖在这里。一股香甜直钻鼻孔，也不管屋里的老头同不同意，闻着味儿，江月白找了过去。这是什么米？好香啊！
这是江月白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米。江月白又来到最后一个房间，应该是很久没有人住，所以有点乱。随后江月白进进出出忙活了半天，终于打扫完了。这一刻，江月白才终于对自己已经来到仙门的事情有了点真实感，但是那种随时会被赶走的压力依旧没有消除。随后江月白打开了洪涛给的包裹，里面有个灰色的小荷包，口是封着的，捏里面也没有东西，他还不知道是用来做啥的。接下来是零食10块。哇，这就是零食吗？我还以为林夫人头上那颗北海夜明珠就是世上最漂亮的呢。就是不知道10块零食能买些什么，能不能买一把可以在天上飞的剑？然后是一块黑铁令牌，上面写着天眼宗杂役，令牌旁边还有折成书册一样的黄纸地图，一本蓝色小册子，上写隐气诀3字。最后是一个药瓶1盒药膏和一套灰色的布衣和布鞋。打开药瓶里是6颗褐色丹药，应该是洪涛说的隐气丹。那这药膏是金疮药？看着眼前的金疮药，江月白又想起了那个帮助自己的洪涛。侯师兄真的是个好人。随后江月白又将自己收拾了一番，换上了杂役弟子的衣服。好神奇啊！那这件衣服也会随着我长高而变大吗？整理完毕后，江月白坐在床上翻开了隐气诀。明天老头要是赶我走，我就算撒泼耍赖，满地打滚也不走。据唐人进步文耕，独坐书床对夜灯。作为一个卷王，江月白当然不会浪费夜晚的时间。翻开隐气诀第1页，是一幅人体经脉图，这图他在医馆见过，但就是上面的字他还识不全。第2页就是隐气诀的入门。隐气入体，原来只需按照图示静静的打坐就行。可江月白枯坐了半个小时，不但什么都没感觉到，反倒是一阵困意起来。不行，资质差就要多努力，别人睡觉我修炼，这样才能赶上他们。对了，隐气丹。隐气丹下肚，一股清凉直冲天庭。在隐气丹的帮助下，几团暗淡又斑斓的光团出现在黑暗的虚无中。这就是灵气吗？好漂亮啊！然而江月白一激动，光团立刻又消失了。隐气好难啊！再来。长夜漫漫，江月白早已忽视了时间的流逝。此刻虚无中，江月白专注地盯着离他最近的那一团青光。快过来！然而长时间的僵持，他小小的身体就快支撑不住了。眼看光团又要逃走，江月白内心发狠，一头撞了过去。下一刻，一股金光从江月白天灵盖喷出，虚无中凭空出现了一块刻着字的巨大石碑。江月白愣愣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面板，不由得让他想起了那日仙女姐姐。这难道就是仙女姐姐给我的东西吗？看着隐气诀后面的数字，江月白虽看不懂，但他却知道那是数字代表着隐气诀的进度。这是不是说只要21团光团就能突破炼气1层？可视化的面板瞬间让江月白来了精神，当遮住前路的迷雾散去，让他瞬间干劲十足。你专心引气，怪资质太差，引气效率低下。好在你嗑药又锲而不舍，引气熟练度加1。哇，仙人给的东西好有趣，继续。机声三唱破昏晓，一抹晨光透碧纱。陶丰年修炼了一夜，但修为却坚如磐石，连一丝精进都没有。一宵勤练无精进，徒对晨光意怅然。而当陶丰年推门出来的时候，却见穿着杂衣服的小丫头捧着比自己还大的扫把，一下一下地扫着地上的落叶。看到江月白，陶丰年却是瞳孔一缩。才一夜，这丫头身上竟已有了灵光。陶丰年突然想到了昨晚洪涛说的话，这孩子虽是武灵根，但在问心路上的表现毫不逊于外门弟子，又极其聪慧机敏。你先教教看。引气入体虽说不难，但对刚入门的小童来说，能做到静坐已是不易。从他身上的灵气来看，他不但做到了静坐，并且吸纳到了灵气，就是老夫当年那般心境，也用了3天才接引到第1缕灵气。这时江月白也发现了陶丰年。爷爷，你看，我把院子都打扫干净了。哦，是要我夸你能干吗？哇，这就是仙法吗？爷爷你好厉害呀！江月白双眼晶亮，满脸崇拜，丝毫没有因为白费功夫被打击到，反而渴望地看着陶丰年。爷爷，我能学这个法术吗？想学法术，先到炼气1层再说。江月白看着虚无中的引气诀进度3-21，这是他一夜没睡才有的成果。爷爷放心，
再有6天我就能到炼气1层。6天？陶丰年听到这话冷笑了起来。小小年纪吹牛的功夫不浅，老夫当年都用了27天才踏入炼气1层。你能6天，我叫你师傅。你若是能6天成功，老夫留下你也未尝不可。若是不行，趁早滚蛋。好，爷爷不许骗人。陶丰年听到江月白如此肯定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但他还是觉得太天方夜谭。5灵根，除非根植全景，不然绝无可能。灵根师每日要巡视灵田，陶丰年带着斗笠出了家门。哟，好个灵秀漂亮的小姑娘，你是陶老的学徒吗？姐姐你好漂亮，像画里的仙女一样。陶丰年本不想理会，但听到这句话后走得更快了。我可是好久没听人叫我姐姐了。小姑娘，你知道姐姐今年芳龄已经60有1了吗？61？江月白惊讶地睁大眼睛，眼前之人怎么看也不像60岁的样子。好孩子，这颗红因果拿去吃吧。谢谢姐姐。爷爷等等我啊！出了村子，江月白发现几乎所有人见到陶丰年都会打招呼，对他十分尊重，就好像他是村长一样。陶丰年不理，江月白就在后面乖巧热情地叫嚷：伯伯好，婶婶好，哥哥好。没过一会，陶丰年还是忍不住了。进了仙门，就再没有凡间的称呼，修为同级内比你高的一律叫师兄师姐，低的叫师弟师妹，高1级的是师叔，再高便是金丹真人元婴真君，要称呼尊号。我记住了。爷爷，你吃不吃红因果？陶丰年没有理他，而是给田地施法浇水。江月白把舍不得吃的红因果塞进袖中，抬头就看见陶丰年在施展法术下。江月白看着眼前的雨雾，瞳仁剧烈震动，仿佛受到无比巨大的冲击。当陶丰年给20亩地施完雨，转头就看到刚刚还活蹦乱跳的江月白抱着双膝坐在老槐树下。陶丰年有点烦躁，但还是背着手走了过去。突然的，这是咋了？爷爷，你刚才那道法术难学吗？那是云雨诀，炼气1层就能学的法术，不算难。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到仙门来？如果我早点学会这个云雨诀，江家村就不会因为大旱死那么多人。我爹、我娘、我哥哥都死了，就是因为不下雨。爷爷，为什么呀？对修仙人来说，动动手指就能解决的事，却会一下子要了我们一个村子人的命。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江月白埋头痛哭，陶丰年眼眶也红了起来，心中酸涩。我娘子当年便是因为被马车压断腿而丢了性命，但在修仙界血骨疗伤，不过2道法术足矣。或许这就是无数凡人拼了命都要求仙的原因吧。凡人命土自有天定，仙家命数逆天而卧。江月白似懂非懂的点头，未曾察觉女仙留给他的那道金光正引导着他体会着其中道理。我好像有点明白，我到底为什么要修仙了。记住了，先入必争。天花乱坠，道运加深，洗精法水，立骨生根，这是天道感悟。人只需要一种属性就能铸成金丹，而你却要5行融会贯通，何况你的根值低于5，不依赖丹药是很难感受到天地灵气的。那灵根就不能改变吗？灵根改变不了，但根值可以。根值怎么改变？在你突破结丹的时候，会有一次天道感悟，根值会得到提升，但提升多少就要看天道旨意了，一生也只有那一次。天道感悟也只有结丹之时才有几率触发，有些人更是一生都无法触及。这丫头不得了。道运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识海中江月白却是傻眼了，因为他的根值变了。你触动了天道感悟，道运加深，根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5行灵根全9。江月白记得洪师兄说过，只有第一的路南枝的灵根才是9根值，所以他是天生灵体，随手一挥灵气就能到达身体的任何经脉。但继续往下看，江月白又傻了，原本需要21点就可以突破的引气诀却变成了45点，这意味着本就要付出5倍的努力变成了10倍，可能还更多。我的天，怎么变多了？是要我答应爷爷的6天还能到炼气1层吗？看来要更加努力才能不被爷爷赶走。江月白只知道现在的他要付出别人10倍的努力，但他却不知将来的他会比别人强出100倍1000倍。当江月白醒来，陶丰年还在全神戒备地催动着隔绝法阵。爷爷！看到江月白醒来，陶丰年内心的情绪难以平复，
眼神复杂的看着江月白，一颗似有似无的种子仿佛在内心扎了根。你在这隔绝阵法里巩固一下感悟所得，待我忙完地里的活，一起回去。陶丰年带着复杂心情去了麦田，江月白当即盘坐在老槐树下，尝试感受灵气。此时虚无中已经换了一副景象，一望无际的麦田上空漂浮着土灵气和金灵气，老槐树上遍布着木灵气，天空的云朵缠绕着水灵气，还有赤色阳光中的火灵气。江月白已经看呆了，对比昨晚5、6团随时都会消失的灵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还没等他调均呼吸，2团树上的木灵气就侵入了体内。你打坐引气，根值提升，让你的灵觉大开，灵气亲和度飙升，引气熟练度+2。原来这就是洪师兄所说的灵根值差距。正在施法灭虫的陶丰年，手上的法诀突然被打断，他诧异抬头，只觉周身的灵气都在向老槐树那边抽离。这丫头刚刚根值到底提升了多少？当引气诀积攒到28点，江月白突然一阵心神不宁，从引气修炼中睁开了眼。而陶丰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他身边。爷爷我……别说话，回去再说。江月白这才发现周围地里面已经有了人烟，而出门时给他糖的宋佩尔正在远处朝这边看着。回去的路上，陶丰年在前面走，江月白按耐着想要分享喜悦的心情在后面跟着。不一会，江月白又跑到了前面。爷爷，我发现你特别厉害。陶丰年扫他一眼，看他身上逐渐炽盛的灵光，就像这正午的烈日一样烫心。哪里就厉害了？哪里都厉害呀！爷爷种的地比别人多，谷子也比别人的高，比别人的饱满。我刚才看到别人时云不雨，可比爷爷差远了呢。还有啊，大家都特别尊重爷爷，那肯定是因为爷爷修为高有能嘛。所以，爷爷你是村长吗？仙门之中哪来的什么村长？不过你倒也没说错，他们确实尊重老夫，因为老夫乃是花溪谷唯一的灵更师，地位等同于外门弟子。灵更师是什么？提到这个，陶丰年的脸又沉了下来。洪涛送江月白到这来就是想代替他的。小小年纪，跟谁学得这般谄媚？自己琢磨的呀。我当小乞丐讨饭那会，那些人最喜欢这样夸他们了。我还讨到过金瓜子呢，就是没保住，还差点送了命。嘿嘿。陶丰年忽然停下脚步，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才6岁的小丫头。她能用最甜的笑说着最苦的事，所以她小小年纪就懂得天威难测，天命难违。也正因为小才敢生出逆天抗命的勇气，触动天地道运。陶丰年啊，陶丰年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和一个孩童较劲。孩童为了留下，尚且知道讨好卖乖，而你却在自暴自弃，真是可悲呀！朴素小院树下石桌，2碗白米，2双筷子，1碟咸菜。江月白开心地看着桌上的2双筷子。爷爷，洪管事没说错，您是个和善人，谢谢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没的规矩。江月白想加咸菜，却被陶丰年阻止了。今后除了灵米，不许再食其他沾染凡间烟火气的东西。丹药能不吃便不吃，早些排净体内杂质，与你日后修行有益。每日金乌出生与夜半子时，乃是阴阳2气最盛之时，修行引气不可懈怠。爷爷在指点我，爷爷不会赶我走啦。知道了。老头，就在这时，院外走来张头鼠目一人。我家阿姐喊我陪林长老吃酒，我那20亩地里浇水除草的事交给你了，弄仔细点，听到没？江月白看着一脸嚣张的男子，腰间挂的也是杂役令牌，他想不通为什么可以这样指挥爷爷。再看陶丰年，却是眼神黯淡。知道了。月落星辰天将明，又一日清晨。您引气入体，经过1夜的锲而不舍，灵气满溢，福至心灵。你的引气诀突破极限，恭喜，你的修行境界进入炼气1层。太好了，终于突破炼气1层了，赶紧去告诉爷爷。江月白刚出门，就看见陶丰年满身污垢，神色疲惫地从外面回来。爷爷，您是一夜未归吗？饿了吧？这就做饭。我不饿，爷爷您快歇歇。爷爷您看，我突破了。1天2夜就突破了。这个小丫头还要给她多少惊喜和惊吓？爷爷您先休息，我现在就去告诉洪管事，我一点不比那些外门弟子差。江月白兴冲冲地转身便往外跑。站住！月底之前，你哪都不准去，也不许告诉任何人你突破之事。
月底之前，你哪都不准去，也不许告诉任何人你突破之事。为什么？昨日你说你曾讨到过金瓜子，却未曾保住险些送命。此刻你1天2夜突破之事，就如那金瓜子一般，会要你的命。听了陶丰年的话，江月白想起了前日的青云台，要不是因为他资质差，也不会被人抢了令牌，从闯进问心路经历千辛万难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才爬上的81阶，可最后却只是个杂役弟子。他不是不懂得陶丰年说的意思，但年仅6岁的他，又怎会轻易咽得下这口气？可我就是想证明自己。天上日月与地上尘埃，你想做哪个？我知道你不服，你想证明自己，但你此刻去告诉所有人，也不过是从那些不如你的人身上获得成就，这没有任何意义，只会让你止步不前。1天2夜入道是很厉害，但你可知有人1夜入道，有人100日筑基，也有凡人之身逆过天命白日飞升。大千世界，出类拔萃者层出不穷，你这点成就又算得了什么？陶丰年的一番开解，江月白突破的喜悦消了大半，但他仍觉得有些不甘，心底压抑的那口气又怎能轻易咽下？与仙鹤齐飞，所见皆日月高山；与萤虫为伍，入目尽尘泥污秽。你该向着高处，而不是与身后人炫耀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有些事你阅历所限还看不明白，你若信我，就忍下半月，半月之后你定会明白。这符你放在身上，可暂时遮掩你周身灵光。陶丰年不再多说，将一张黄符留在石桌上，转身去了厨房。江月白还是想不明白，他的修为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怎么会有罪？难不成还会有人从他身上夺走不成？之后1连3日，江月白都把自己闷在屋里研究人体穴位图。丫头，有一批与你同期的杂役弟子分到了咱们花溪谷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江月白和陶丰年来到田间，远远就看到10几个穿着杂役弟子的童男童女。81，真的是你啊！江月白闻声向后看去，只见后面站着2个同样穿着杂役服的一男一女。我们都以为你进了外门，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你。为什么叫我81？是因为登仙阶？对啊，你可有名了。登仙阶前的事大家都看着呢。最差的武灵根资质又是上了81阶，狠狠打了那娇小姐的脸，我们都觉得痛快啊。我叫江月白，我叫吕莹，她叫石小舞。我现在跟着宋佩儿师姐做学徒。听说花溪谷修为最高的就是陶丰年和宋佩儿，都是炼气大圆满。不过宋师姐没考上灵根师，倒是不如陶老。对了，你是谁的学徒？我是……哇，你做了陶老的学徒啊！听说他入门快40年，还从未带过学徒，家底丰厚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听了吕莹的话，江月白有些诧异，这些事他还是现在才知道。对了，你们引气入体进度怎么样了？我昨夜已经感受到灵气了。我还没有感受到灵气，一打坐就睡着了。月底之前，你哪都不准去，也不许告诉任何人你突破之事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4灵根自是比你们5灵根要容易些，还有大半个月时间，你们也不必着急。要是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，都是同门，我肯定帮你们。怎么能不急呢？我听说入内门的路难之1夜入道，谢景山是1日，沈怀熙也仅用1日1夜，但最夸张的却是一个外门的3灵根的资质仅3日就入道了。你说的3灵根是猎户之子徐虎吧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徐虎这几日得意洋洋的，昨晚被同屋的人击了一通，功法还没弄明白，就急吼吼的自己修炼，丹田爆裂死了。吕莹的话犹如晴天霹雳，江月白脑袋一阵眩晕。江月白晃晃悠悠往回走着，脑袋里面回响的都是吕莹的声音。跟徐虎同院的4个都是修仙世家的童子，我怀疑他们就是妒忌，故意激徐虎。他一个猎户的儿子，反正也不懂修炼的禁忌，尝到甜头贪功冒进，再被激2句乱了心绪出岔子很平常。我家世代都是陆氏家仆，比这阴险可怕的事情见太多了，为1粒丹药要人性命的事都不少见，更别说徐虎光芒耀眼，在他下面的人很难出头了。刚一进院门，江月白就栽到了地上，内心止不住的后怕。他不敢想象自己如果没听陶丰年的劝阻，后果会怎样，只怕林晚秋和他的老祖林向天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爷爷，我错了。行了，地上凉，快起来。爷爷，这世上
他人能见你狼狈，在高处施舍你怜悯你，却见不得你比他强，哪怕半分。那我就一辈子藏着掖着嘛，我心里闷，我难受。你要争也得先活着，我此刻让你忍让你藏，是因为你还护不了自己周全，我也并未让你停止修炼。就像天眼宗祖师陆行云一样，结丹之前谁知他名，结丹之后名扬四海。我要学，我要修炼，我要所有人都不敢欺我害我。这才对嘛！你上次不是问我什么是灵更师吗？先吃饭，吃饱了爷爷教你。天眼宗会种地的都叫灵更夫，而灵更师全宗也只有36人，深受宗门和各路炼丹长老器重。想要成为灵更师，必须具备3灵根以上，而灵根越多，需要的功法也就越多。那我5灵根岂不是需要5部功法？这是自然。那功法贵不贵？最差的9品功法也要100贡献点，相当于100块下品灵石，1000斤灵米。内务堂一个丁级宗门任务，最多也不过10点贡献而已。江月白眼睛睁得老大，此刻才对修真界的物价有了模糊的概念。1块下品灵石才能换10斤灵米，他这几天一天就要吃4两左右，10斤灵米都不够他吃1个月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灵米这么贵，我以后少吃点，多干活。老夫一介灵更师，若连你一个小丫头都养不起，岂不是成了笑话？功法的问题你不必担心，我自然会教给你。这玉简里面是8品功法庚金功，5行属金，是专门用来除虫害的。另外还有几个小法术，你自己琢磨着修炼。若是你1月之内就能将庚金功和锋芒诀达到1层，我会再传你水属性功法鬼水功和你想学的云雨诀。陶丰年说完忍不住自嘲，想当初他用了3个月才将功法和法诀突破1层，现在却要求这小丫头在1个月突破。可莫名的陶丰年就是觉得他可以做到。长夜漫漫，月明星稀，江月白盘坐在床上，眼眸清和，呼吸平顺。一开始运功行气，金星灵气从丹田引出，你走错了穴位，运功失败。你又开始练习运功行气，你又走错了穴位，运功失败。你又走错了穴位，又错了，运功失败，运功失败。无数次的失败让不服输的江月白激起了斗志。既然天赋没有别人高，他决定选择最笨的方法记住穴位。人体有720个穴位，12条经脉。为了能记住穴位，江月白就这样一针一针扎在穴位上，直到满身的穴位都被他扎了一遍。你开始运气行功，因为找不准穴位，所以采用自虐的办法，是个狠人。磕磕绊绊运功成功，庚金功熟练度+1。当真，你真的完整的运行了1周天？是啊，我看到一个金色小漩涡，是不是就在我丹田里？丹田里的金色漩涡还真的运行了1周天。以他的天赋悟性，加上他5行齐全，修炼5行归真功应该会事半功倍。如果这孩子真的3年考上灵更师，这份功劳足以换1颗10年的延寿丹，在10年筑基，还能再换1颗50年的，说不定那时还有机会结丹。这一刻，因为江月白的到来，陶丰年心底熄灭的火苗重新被点燃，或许他可以再搏一次，努力再撑上3年。爷爷，米撒出来了。今天咱们吃肉。爷，我喜欢吃肉。吃饭的时候，江月白发现爷爷对他更严厉了，什么规矩都要管他一下。饭后，陶丰年开始教他读书识字，然后是顶着书扎马步，还要学习法术手诀变换。到了下午，陶丰年又在院中布置高低错落的木桩，以星斗排步教他追星步，最后又学习了一套砍柴刀法。累吗？累，但我心里踏实。累，但心底踏实。江月白不怕累，他更怕的是学不到，就像山门前被拒门外的绝望，时刻都在提醒他，只有前进才是唯一的出路。陶老，您这动作还真是快啊！我们还在秋收，您冬种都种完了。年复一年，年年如此。你那小嘴忒甜的丫头没带出来帮忙？在家修炼，
你那学徒不也没带出来？你说吕莹啊，昨日刚突破到炼气1层，我让他今日休息巩固，明日就开始学习功法了。19天突破，咱花溪谷这批学徒里算头一个了，放在外门怕也是中等水平，想来不出3个月就能学会一道基础法诀，帮我分担地里的活计了。陶丰年沉默不语，只是一味的偷笑。如果让人知道江月白1天练气，3天庚金宫入门开练锋芒诀，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感想。对了，你那丫头如何？还没有动静？快了，锋芒诀就快练成了。明知你寿元将近，上头也不给个好点的学徒，叫你积攒贡献点，5灵根顶什么事儿？我看你还是自寻出路的好，只5灵根出头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月白半个月的苦练，精细功法锋芒诀终于入门，捏诀5息就能放出一道细小的变化。既然你已练成锋芒诀，今晚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爷爷，大晚上的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花溪谷后山这条水道是我意外发现，穿过去便是宗门惩罚犯错弟子的阴风剑南侧10里坡。你半个月就将庚金宫入门，学会锋芒诀，追星步和砍柴刀法都初见雏形，爷爷很意外，也很惊喜，所以今晚我要带你实战。实战？怎么，你怕了？嗨，我才不怕！江月白嘴上说着不怕，双手却紧张地揪着一脚，他有一些害怕，但更多的是激动。我跟你说过，要想争就要先保命，所以我才先教你攻击力强的金行功法和锋芒诀，还有步法武技。1个月期限到了，你总归要去宗门各处走动，要去讲法堂听讲，要与人接触。爷爷你真好，跟我爹娘一样好。这里就是10里坡。这柴刀是我早年自己炼制不入品的法器，除了比较锋利克制阴邪之外，还可以储存锋芒诀，在必要的时候斩出强力一刀。江月白接过柴刀，沉手锋利，刀身全黑，布满陈旧痕迹。存入33道锋芒诀可敌炼气初期，66道可敌炼气中期，99道纵是炼气后期也能伤。不过你切记，不管你存多少锋芒诀，都只有1刀的机会。这阴风剑曾是苍云2国战场，埋骨近100万，后来天眼宗扩张，防止此地生出血尸恶鬼，便以搬山之法镇下2座孤峰，只留1条阴风剑留作修行所用。这么多鬼灯，怎么没人管？鬼灯乃是极尸谷阴气所生的弱小鬼怪，没什么灵智，但却极难捕获，而且还会反复复活，所以宗门3、5年才会处理一次。陶丰年捏诀一息，锋芒诀瞬间斩杀掉1只鬼灯。就在这驻足间，江月白与陶丰年拉开了距离。爷爷，还没等江月白跟上，几只鬼灯就拦住了去路。反观陶丰年丝毫没有想要帮忙的意思，眼看鬼灯越来越近，江月白眼神一狠，当乞丐时的经历让他懂得了越是危险，便越应该冷静。江月白砍柴刀法率先斩掉前方鬼灯，却被后方3只鬼灯突袭击中，瞬间一股阴寒之气入体。情急之下，江月白使出追星步绕至树后，待鬼灯追来之际，江月白忍着寒气从另一侧冲出，一刀横拦将剩下的3只鬼灯斩晕。寒气侵体的江月白刚坐下来休息，却有更多的鬼灯找了上来。行了，爷爷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以后你每隔几日就自己过来一次，除了步法武技，也多尝试以锋芒诀对付鬼灯。记住，因为你实力不足，觉得鬼灯不可战胜，一旦战胜，你就会发现这些鬼灯不足为惧。江月白倒也没觉得多可怕，打不过他可以跑，他只是不想让爷爷失望。10日时光转瞬即逝。站住！你们这些臭灯笼，不是喜欢欺负我吗？你以追星步驱赶鬼灯群，你对步法理解豁然开朗。追星步提升至小成境界，你以砍柴刀法斩杀鬼灯群，你对刀法理解茅塞顿开。砍柴刀法提升至小成境界，终于突破了，总算没白忙活，到底还是实战中突破快。爷爷说武技小成，只要不碰上炼气后期，不跟修士法术符箓硬碰硬，跟人对上几招讨个命还是行的。江月白刚回到家门口，就看见吕莹提着木桶迎面走来。小白，你这是做什么去了？我练功去了。哇，你突破了呀！江月白点点头，隐匿灵光的符箓刚刚已经被他给撤下了，
从今日起，他可以不必再遮掩修为。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是赶上最后一日期限，我还以为今日就要给你送行了。不过你这进度落后的有点大，我木系青木宫都快入门了，往后修行有什么不懂，记得来问我。江月白回到家，刚将灵米蒸上锅，门外就传来了陶丰年咳嗽声。爷爷，你最近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，要不要去看看大夫？爷爷已炼气圆满，可以百病不侵，只是有些老罢了。爷爷才不老，都是那个贾卫害爷爷这么辛苦。爷爷你歇着，我来摆饭。慢点跑。贾卫的姐姐是筑基修士，也是林向天身边没有名分的道侣，而陶丰年早年得罪过林向天，所以贾卫就狗仗人势，每年的20亩地都逮着陶丰年给他耕作。不准抽烟杆，你还咳嗽呢。早饭间，江月白坐姿端正，细嚼慢咽，已无月前那般狼吞虎咽没得教养的样子。这段时间的终日苦修，他早已淤青的手脚都缠着绷带，即使再苦，他脸上永远是充满阳光的笑容。心欲苦面欲甜，说的就是他现在的状态。这丫头嘴甜乖巧聪慧机灵的，将来可不能被哪家臭小子骗去了，不然我从坟里爬出来也要找他算账。今日是1月之期最后一天，你不是一直想飞吗？吃完饭，爷爷带你飞去杂役堂报备修为。啊？爷爷，杂役弟子不是不能在宗内御空飞行吗？你忘记了，爷爷是灵更师啊，等同于外门弟子，自然可以御空飞行。爷爷好厉害！哈哈哈！爷爷，天黑之前我们能飞出这片森林吗？如果我们飞高点，是不是能快一些？只见一只以竹条编织糊满黄纸符文的纸鹤，驮着师徒2人缓慢地在林中前行。宗规所限，外门弟子飞行高度不可超过主峰天魁峰。主要的是爷爷这纸鹤，它有点旧，所以可能飞不上去。纸鹤也挺好的，至少稳健。爷爷你小心点，别撞树上。你好好努力，待你考上灵更师，爷爷亲手炼制一把飞剑给你。好，爷爷可不许骗人。爷爷何时骗过你？抓紧了，天满风就快到了。当师徒2人走进杂役堂时，柜台前早已人满为患，全都是与江月白年龄相仿的孩童。其中一个穿着外门弟子的女童引起了江月白的注意。江月白依稀记得，爬登仙阶时，她就在自己身后，是个3灵根。这时女童也感受到了江月白的目光，四目相对，一瞬间，女童就转了过去。她肯定和我一样在藏拙，不然3灵根也不会最后一天来登记。这不是陶老吗？您来杂役堂可是有什么事？给我这学徒登记报备。这是胡老八胡管事，跟爷爷有几分交情，叫胡师兄。胡师兄，陶丰年一个灵更师，要带也应该带个资质好点的学徒。小姑娘看着挺清秀，但在最后一日才突破，估计也是个伪灵根。小师妹灵动可爱，一看就是可造之材，筑基结丹指日可待。陶老好眼光啊，令牌给我，我这就给小师妹登记。你先出去等为师，我和胡执事有点事要说。屋外树下，江月白背诵着陶丰年教他的道经，一抬头却看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，正是许久未见的洪涛，此刻正在和2个外门弟子说着什么。江月白并没有上前打扰，就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，像是心有所感。洪涛也朝着江月白看去，下一刻洪涛却露出失望的神色。江月白刚想打招呼，洪涛却转身走开了。如果你想，就去告诉他吧，洪涛是个可以信任的人。就算是少年天才，不努力一样沦为庸才。您教过我，修仙路长，天资只能决定起点，决定不了高度。爷爷您放心，总有一天我会让所有人仰头看我，而不是低头扫视。这丫头当初让她藏拙，到底对不对？总觉得委屈了这孩子，但从今天起，这孩子的光芒怕是再也遮不住了。走，去藏书院吧。藏书阁总共15层，1层免费阅读，以后你可以多来这里长长见识。2层是专供炼气期9至7品的功法和武技，所需贡献点各不相同。现在你有1次免费兑换的机会，
想要什么你自己选吧。我年幼见识少，爷爷请你帮我选一部吧。实际上陶丰年早有打算，只是不想剥夺江月白选择的权利，所以先行问他一部九品功法而已。即使选错了，陶丰年也会自掏腰包给他补上。你确定要这部？这可不是什么功法，虽入九品之列，但其中都是零散的五行转换法门，不成体系，不可修炼。爷爷说要这部，那就要这部。陶丰年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，这丫头随便几句就能叫他内心熨帖。我在这里等便好，趁着还有时间，你可以去一层转转。藏书阁一层，江月白拿着一本自称五位山人的散修写的游记。吾一生征战，为云国鞠躬尽瘁，奈何奸佞祸乱朝堂，因无相夫教子，实乃笑话。吾遂辞官游历，一路行来，观山河浩荡，天空地阔，顿感朝堂之小，半生勾心斗角似儿戏，与人斗不如与天斗，如此方才畅快，一朝有所悟，以吾入大道。贱丫头，竟然在这儿碰上你！放开我！藏书院第一规，损坏书籍者惩刮骨鞭10鞭。我虽然是杂役，但这么多人看着，林师姐也不想别人再说你狠毒刻薄吧？林晚秋咬着牙，她知道不能在这里闹，但登仙街上的事已经成了她的人生污点。但凡与人冲突，对方就会拿此事嘲讽他。你这么厉害，等仙街上怎么连个武灵根都比不过？抢人机缘你还有脸了？江月儿，别以为进了天眼宗你就能平安无事。从前你是丫鬟，现在你是杂役，都是贱民。我想弄死你轻而易举。别忘了我老祖可是炼丹长老，金丹真人。炼丹长老就能无辜杀人了吧？你不过一个武灵根的杂役弟子，在天眼宗还不如一块田值钱。就算你突然消失了，也不会有任何人在意。你最好躲在花溪谷，好好种你的田，一辈子别让我再见到你，不然你懂的。是，我就是个武灵根杂役，陈妮不敢与小姐您这般日月争辉，您家老祖霸气威武，还怕得紧，求小姐心善放我一马，我这就滚回花溪谷，再也不在小姐面前惹眼。